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啊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85岁老奶奶参加骂人比赛，结果一炮走红的故事。地狱奶奶。影片开始，监狱的门缓缓打开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从里面走了出来。这就是本片的主人公地狱奶奶。她在这所监狱里度过了20年。20年前，她曾因为朋友的陷害而入狱，如今刑满释放，却已经成为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太。监狱外没有迎接她的人，迷茫的她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奶奶有2个儿子，但因为从小妈妈就不在身边，2个儿子受尽了小伙伴的欺负和嘲笑，所以怎么都不肯原谅妈妈。长大后的大儿子自卑懦弱，在生活上处处忍气吞声，小儿子也混得很差，到处欠债。奶奶自知对儿子有所亏欠，于是她决定先去见见2个儿子。在去儿子家的地铁上，奶奶遇见了一个奇葩的醉汉。这个醉汉一进地铁就蛮横地挤开了2个姑娘，还坐在他们中间，而后又自顾自地吃起了生鱼片。吃就吃吧，还把生鱼片的酱汁撒得到处都是。旁边的姑娘忍无可忍，站起身来和醉汉吵了起来，但没想到醉汉丝毫不知收敛，不仅没有愧疚之意，还对着姑娘疯狂大骂。地铁上的其他乘客目睹了这一切，但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。最后老奶奶站了出来，面对醉汉开始破口大骂。常年的监狱生活让奶奶练就了一张盖世铁嘴，什么难听的话都能骂得出口，那口才简直就是舌灿莲花，把醉汉骂得毫无招架之力，直接流出了鼻血。在地铁的下一站，醉汉连滚带爬地轰下了车。地铁上其他乘客都被奶奶骂人的功力震惊地愣在原地。既然奶奶来到了大儿子家，她决定在儿子家找一份帮佣的工作，顺便看看儿子这些年来的生活。很快她就知道了儿子在岳母家的生存处境，因为性格懦弱无能，事业上也没有什么成就，岳母一点都看不起这个上门女婿，埋怨的话天天挂在嘴边。可大儿子自始至终都没有顶过一句嘴。奶奶看到这一切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她知道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才造成了儿子如今的这一切。面对儿子，她始终是一个罪人。但更令人痛心的是，大儿子拒绝母亲相认，毕竟在成长的时候缺失了母爱，对母亲有所怨恨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奶奶十分伤心。晚上，奶奶来到了一个小河边散步，刚巧碰到了一个男人准备服毒自杀。奶奶又像上次那样挺身而出，对着准备自杀的男人就是一顿口吐芬芳。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奶奶的这番口舌居然一下子骂醒了这个男人。他反复思索着奶奶的话，最后决定放弃自杀。这个场景被电视台的一名导演看到了。原来电视台近期正在筹备一个骂人节目，导演正愁找不到嘉宾。今天碰巧遇见了奶奶，那感觉简直就是伯乐见了千里马一样。于是这个导演开始对奶奶死缠烂打，想让奶奶参加自己的骂人节目。奶奶一开始十分傲娇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但是导演说了，节目的冠军将获得一大笔奖金，奶奶瞬间来了兴趣，心想只要得了冠军，能改善2个儿子的生活现状，于是爽快地答应了。在比赛中，奶奶的出现让所有评委和参赛选手都大吃一惊。奶奶骂人的本事实在是活久见系列。只见奶奶站在舞台中央，神态从容不迫，口齿伶俐清晰，一个接一个地击败了所有的选手，直接冲到了最前面。规则和场景变换了好几轮，其他选手相继被淘汰，奶奶却坚挺到了最后，在聚光灯下旁若无人地表演着单人 rap。 节目播出后，奶奶一骂成名，很快就收割了一大波粉丝，无数人为奶奶惊人的骂功所折服，亲切地称呼她为地狱奶奶。与此同时，奶奶在大儿子家的帮佣工作也进行得十分顺利，儿媳妇和小孙子跟奶奶的关系也越来越好。但是电影情节一直这么顺风顺水就没意思了，于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搞事情的警察。这个警察也参加了这个骂人节目，对地狱奶奶很不服气。一次偶然中，他得知地狱奶奶曾经在监狱里待过20年，于是警察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。一时之间，所有人都知道了地狱奶奶的黑历史，包括大儿子的岳母。岳母十分在意地狱奶奶不堪的过往，本就对女婿不满意的她，这次直接让女儿跟女婿离婚。奶奶在一旁默默地听着这一切。擅长骂人的她，面对亲家的辱骂，竟然没说一个字。为了让儿子继续正常的生活，奶奶跪在地上请求亲家的原谅。但是亲家依旧不依不饶，最终奶奶伤心地离开了大儿子的家。就这样过了几天，大媳妇给奶奶打来电话，说奶奶的大儿子已经消失了好几天，到处找不到。奶奶知道后又急又愧疚，如果不是自己惹出这么一摊事儿，大儿子也许还能平静地生活下去。为了找到大儿子，奶奶决定去参加骂人节目的决赛。她想通过这场决赛让儿子听到她的心声，因为这场决赛的主题是以对骂的方式探讨母子关系。与奶奶同台 PK 的是一位老女巫。这位女巫奶奶就很厉害了，她能看穿别人的心思，开始训斥起地狱奶奶是一个多么不负责任的母亲，句句都能像刀一样扎进地狱奶奶的心里。骂着骂着，台下突然有人朝地狱奶奶扔了一个鸡蛋，这一切都让奶奶身心疲惫，眼看着地狱奶奶就要输了。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奶奶突然变换风格，来了一个大反转。
本来十分擅长骂人的他，开始了对自己的批判，骂人变成了骂自己。他痛斥自己入狱的20年，声名狼藉，2个儿子2个父亲，连姓氏都不一样。他将愧对儿子的种种行为在大众面前揭露。电视前的观众听着奶奶深情的自我批判，不但没有憎恶，反而理解她的辛酸和苦涩。很多观众都流下了同情的泪水。不仅如此，地狱奶奶还鼓励大家将生活中郁闷的事情大声地骂出来，因为这样会让自己好受一些。最后，奶奶站在舞台上，大声呼喊着大儿子的名字，希望他在听到后能够出现，不要再继续躲着了。大儿子确实听到了，还是在他准备自杀的时候听到的。生活的重压终于压垮了这个男人，他想要用自杀来解决这一切。幸运的是，他自杀失败了，并在最后时刻听到了母亲的呼喊。他哭着从车上爬了下来，在大街上哭着捶地。他终于释然了，也终于理解了母亲内心的愧疚与无奈。但是童年时期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，他实在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母亲。画面重新回到比赛的现场，地狱奶奶饱含深情的自骂打动了所有的评委和观众，她毫无悬念地拔得了头筹。在一片呼喊声中，奶奶却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原来在刚刚的演讲中，奶奶太过激动，她奋力的呼喊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，最终因为心脏承受不了晕倒了。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将奶奶送去了医院。得知妈妈病倒的消息后，大儿子也赶了过来。在奶奶醒来的时候，大儿子紧紧地握住奶奶的手，喊出了那句迟到太久的妈妈。这一声呼喊太过珍贵，包含了大儿子的原谅与地狱奶奶的亏欠。这世间如果还有什么最让人眼眶一热，我想大概就是解开心结后的这一声呼喊吧。从那之后，奶奶与家人也彻底和解，彼此都将过去抛在脑后，开始展望美好的新生活了。奶奶出院当天，很多人特意赶来看望奶奶，其中就有奶奶在节目中收获的粉丝，还有被她骂醒的陌生人。当年陷害奶奶入狱的朋友也鼓起勇气来到了奶奶面前，请求奶奶的原谅。面对这一切，奶奶选择了坦然一笑。当下生活已经足够美好，前尘往事不提也罢。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在人之间永远都无法割舍的羁绊，无论错过什么，只要鼓起勇气去承担、去改变，血浓于水的力量就一定能将事态转换为美好生活。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，小伙伴们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